应渊帝君，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哪知道这颜淡小仙子竟然是您宫中的仙士。无妨。没想到颜淡小仙子仙灵上清，写的竟是创世之战。四位帝君忠勇无双，天庭上下理应多多学习。帝君一番苦心，小仙着实钦佩。是他写的《创世之战》。是啊，颜淡仙子不仅美貌出众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比例深厚。可惜吧。创世之战距离现在已经万年之久了，这史料都没有当年的地形图，还有战况的记载。结果你看啊，这张地形图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而且这儿还有批注呢：9旗族备战之后可以转换视角讲述，这正合我意啊！哎，这究竟是何人做的批注啊？万年前的大战地形，还有出兵策略，都记录得非常清楚。若非是参加过战争之人，绝对不会了解这么清楚。这究竟是谁在帮咱们啊？我知道是谁。谁啊？田螺姑娘。是真的，我在戏本上看到的。这是凡间的一个传说，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凡人，但是生活得很辛苦，于是这个田螺姑娘便在晚上的时候替他洗衣做饭。这不巧了吗？你看看我，也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仙士啊！啊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我太聪明了，我能清楚知悉9旗一族的行军路线，此人或许知道当年灭族之事的真相。本君批注之事，不便让旁人知晓，以免徒增聒噪。应渊帝君平时日理万机，竟然还有时间给颜淡批细本子。看来这个颜淡可不一般呢。哇，如此华贵的宫殿，怎么说也该是位居上仙吧？你深夜造访，不会为好奇而来，意欲何为？不妨直言。你好心为檄文批注，却不想让我看到你的面目，难不成你有什么秘密？喂，别那么小气嘛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谁？9旗遗孤，你能识得9旗之力，那昔日创战之时，9旗抗战之际，你必定到过阵前。你为何人？能否告诉我，他们是因何而亡的？我知道的和你别无二致。创世之战时，我驻守在仙界，与9旗一族不在同一个战场。战争之初，9旗的确骁勇，屡克敌军，但修罗族强悍，各族伤亡惨重，增援有限。或许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。我不信。你信也好，
不信也罢。你既然有幸能存活下来，最好忘记这段记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是我……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颜淡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。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平乱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出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，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！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年深，可却伤在河宫仙士所有人的心呀！醒醒，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元君向来仙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天一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天一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元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元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一二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元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、尝遍遍及的佳话。既然
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哎，应元君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，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啊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悬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
此书本君苦心编撰千年，还有最后一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十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哼，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1的应元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还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只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比试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业暗害，触犯天条，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尊后，按照战前所约定，神族仙族的援军早在3日前就该带着粮食与补给赶到。可如今，我等仙吏虽不可与舍身取义的冉青元尊并论，但也绝非胆小鼠辈。唯与封邑修书，血战至死，亦不足取。孩子会知道，爹娘为他创造了一个幸福、安稳的世界。可我担心的是，同盟军中有人故意存心消耗我们九七族的实力。若世上没有九七族，便少了一族跟他们争功邀赏，战局凶险，须得全神贯注。我实在无暇考虑这些狡诈谋私之人的想法。为防不测，我已派人传话于北冥仙君，请求他带着孩子暂且离开战场。尊后，你伤得实在颇重，不宜出战了。无妨。仙君，战事危急，恳求您照顾好我的孩儿。阿臣必定铭恩于心，永世不忘。什么？全族皆灭？那九七族的龙尊和尊后都没能救下来吗？修罗族强悍，援军扑了个空，待赶到之时，只剩下尸体了。九七一族何等骁勇善战，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呢？我知你一向与九七族交好，还请节哀。仙君一直告诉我，只有忘记才能活下去，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忘记啊？你是？你居然是九七！你居然是那条被我喂了800年的小黑鱼！
于墨，你放心吧，既然我能把你养大，以后我也会尽心尽力的负责到底的。虽然天上确实很无聊又很严肃，但是也有很多温暖和快乐在。从此以后，你不仅有北冥仙君，还有我陪着你，你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。应渊，赶快住手！你这样下去会耗尽仙力，神形俱灭的。帝尊，我身负罪孽，更亏欠您的养育之恩，愿一命偿还，请帝尊成全。气贯周身，汇集于胸，心无挂碍，神贯于灵。修齐天机，再塑昆仑。应渊，速速屏息收力。应渊，应渊。险些邪灵入体，那将是毁天灭地之祸呀！应渊，你的血脉对于六界来说，是福还是劫？你醒了。姐姐，你恶根未尽，险些入魔，一旦仙力亏损，便压制不住魔性。帝尊，我想再试一次。若是仙力耗尽，堕入魔道，恳请帝尊赐我一死，不必息容。应渊，你不明白，一旦你入魔，于六界而言，其灾祸不亚于整个魔界倾巢来袭。为何？帝尊，不知为何，每次徘徊在入魔边缘时，总会乱梦不断，梦里总会出现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画面，仿佛是在上古时。住口！倘若有朝一日，六界不再有隐患，你恶根尽除，吾会将答案告诉你的。应渊，吾已将元神注入你仙灵之中，你要摒除杂念，不可有私。如若不然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是。然且，你已化为风雨流云，望着这世间。放心吧，昔年之祸，吾必不会令其重演。
该动手了。严丹，昨晚的事情对不起啊。我也并不是有意瞒你，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对不起就不要喝那么多嘛。如今仙界守卫森严，如果你万一酒后失态，被当成了魔族奸佞，抓到天刑台上，不知道抽多少鞭子。哦。算了，反正昨天我也喝多了，你跟我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真的？有一点你不许耍赖。什么事？不管你以前经历了什么，以后经历了什么，既然你认我这个朋友了，你就要言而有信。从此以后，不许生我的气，不许突然的消失。我可以说狠话，但你不能当真。有困难第一个跟我说，老老实实接受被照顾的命运，懂吗？那你这不是霸王条款吗？不服啊？服，全部同意。严丹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命当中是一片漆黑的，只有遇到你，让我生命当中才出现了光亮，而且是唯一的光亮，让漆黑变得有意义，让光亮也有了意义。行，好，那个再加一条啊，除非以后我主动向你敞开怀抱，你不许这么随便占我的便宜。占便宜？你知不知道，像你这样搂搂抱抱的，是要上天刑台的啊？真的？记住了啊，下不为例。啊。我可是有文人傲骨的，无论这次你有什么意见，我都不会改了啊。火光中唯余九岐一族的呐喊与奋战声，这算是九岐奋战而亡？我可没有这么说啊，这可是你自己理解的。接下来我就该转换视角讲述了。就从伴随着四大帝君征战的冀都星君桓清的视角开始讲述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我给忘了。你怎么把他给带出门了？他现在叛逆期，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看见他疯狂地往窗外爬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，饭也不吃，针也不给扎的。你跟他同为水族，他跟你格外的亲近。你快听听他在说什么呢？让我听听看吧。他说应渊整日到你的房间去翻他，他在仙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他想要自由，宁愿饿死。这私放仙兽下凡界，这违反天条啊！那怎么办？那就违反天条呗，总不能看着他在我屋子里绝食而亡吧？可你方才说过守卫森严啊。就算守卫森严，只要有掩虚天宫的腰牌，谁敢阻我？这地是扫干净了，你看这花花草草的都蒙灰了，还不赶紧擦一擦？帝君最喜欢洁净了，你们千万不要敷衍了事啊！站住！本仙下凡取物，向来畅通无阻，为何阻拦？青离帝君下了严旨，魔界不臣，多番骚扰仙界安宁，
为防贼人混入仙界，已将南天门封锁，非帝尊或帝君的腰牌，任何仙家不得出入。你看清楚，本仙是太幽星君，能是魔界贼人吗？区区小事，还非要我把应渊帝君请来吗？正是。荒谬！你如此对本仙，乃大不敬之罪，就不怕天刑台上的雷霆鞭吗？小仙职责所在。帝君，剑上有信。这帮魔族奸佞简直是胆大包天，罔顾仙界严律。你说他们就不怕帝尊的雷霆之怒吗？自然不怕。邪人玄香已经开始公然造反。帝君，这先锋队兵分两路，一支小队已然闯入，看他们这方向，正是朝掩去天宫去的。速成帝尊亲远。是，快去。你说你啊，我本来想帮助你修出仙身，可是后来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小小的一只，呆头呆脑的。你说你这样要到了凡间，万一掉到了菜市场，可就不止翻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。况且你我也没有什么信物，到了凡间，我怎么跟你相认啊？他是应渊宫里的，以他为质，抓住他！是。且慢！这位魔族小哥，你看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我跟那应渊君根本就不熟，你拿我当人质也没什么用嘛。而且我听闻，这个应渊君重新调整了仙界的兵防，若是你此刻强行攻入的话，怕是会掉入陷阱。仙界之北，可有埋伏？当然有，从此处到仙界之北，埋伏着数万天兵天将。这位魔族小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寒月宫啊，还是碧螺殿？不如我带你去吧。破神刀。帝君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破神刀是朔华长老的法器，乃魔界至坚，可劈山破海。想不到此物就伤不了你。你是朔华的爱将拓风，必是受了重托而来。说吧，本君不杀手下败将。我魔族大计，待你死之日便知。他们对自己下了陨身咒，敢做如此牺牲，到底要用这破神刀图谋什么？别管图谋什么了，他们已经败了。你身上的伤，无妨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你刚刚明明可以用仙力抵挡，为何要以身救我？这个破神刀魔力太盛，可破仙法。本君只是不想看到你被劈成两半。这么说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你要不要去天医馆看看？万一那刀上有毒可怎么办？过早。
你先回延续天宫。魔族对仙神界公然宣战，眼下大战一触即发，分秒必争。本君去殿前听命。嗯。还晓得送伤药来，算你有点良心。原来你就是田螺姑娘。创世之战乃6界划分之缘，非同小可。本君是怕你胡编乱造，牵连到偃虚天宫的清誉，这才批注一二。瑶池盛宴表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哦，我还给你署名了呢。哦。虽然给你署的名是田螺姑娘，记得哦。抱歉，我帮你包扎吧。本君自己来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我说了，本君自己来。别跟我客气了。一定很疼吧？我看了你的成稿，颇有想法。若是能演出来，必是能荡气回肠。可惜本君也不一定能看到了。我最担心的发生了。方才南天门附近，你刚刚遇到的正是魔族的先锋队。邪神已经公然开始宣战，联合妖冥2界，意图推翻9重天。仙界使者陶子期已经被他们杀了，来祭旗。桓清刚刚来信提醒帝尊，妖魔冥3界已经备了100万雄兵，随时进攻。他正潜伏在魔界，随时等待接应。2个时辰之后，我便要率军出征。你是6界的第1战神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刚刚外面那些魔兵魔将，被你一招就制服了。要不是因为你要保护我这个小仙士，谁能伤得了你呢？但愿如此吧。若是我能平安归来，我定会好好欣赏你这出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本君走后，你不可懈怠。回来之后呢，我要好好检查你的修为，知道了吗？你不是爱自由吗？本君下凡之后就没人管着你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少吃一点苦，
偷一点懒，活得更舒坦了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查到那些魔兵带着朔华长老的法旗上天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挟持你的时候，透露过所行的目的吗？我就记得他们要去仙界的北面，可是具体的位置我没有套出来。仙界北面，既无神器仙药，也并没有藏兵部署，甚至连仙兽法籍都没有。去做什么呢？破神刀也破不了结界。不说了，万一日后你……没有万一，你那么厉害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本君当然要回来了。我说的万一，是你一定要记住，日后再遇到这样的危险，千万不要以身犯险。这把破神刀利器极重，若是挨上一刀的话，那便会仙灵俱碎。记住了吗？本君守护6界本来就是责任，你只要保护好自己。还挺有自信的。